朋友们，大家好。大家好。今天呢，和大家聊一下前几天在意大利发生的一起团伙盗窃案。就是有一辆中国的旅游大巴，一整车的人啊，他们的钱啊、护照啊，还有贵重物品，在短短半个小时之内呢，就被一个盗窃团伙呢分工明确的全部都偷走了。其中有一个人还刚买了一个价值3万美元的劳力士，然后那个游客呢，他就一下子心脏病发了就着急的。7月4日，一支中国旅行团在意大利比萨遭遇精心策划的盗窃。那现在咋办呢？游客下车用餐仅半小时，返回时发现大巴车被洗劫一空，整车行李被盗，车门遭技术性撬开无痕迹，一车人全丢了，现金、电子产品及护照证件尽数消失。一名游客购买的价值20万元劳力士手表尚未佩戴就被盗，刺激之下当场心脏病发作。窃匪作案手段极其专业，团队分工明确，利用电子干扰器破解车锁，半小时内完成盗窃，并沿高速公路转移赃物。游客通过耳机定位器追踪到失物动向，但意大利警方已管不了推诿调查，甚至拒绝立案。此次事件被疑为针对性作案。旅行团结束法国奢侈品购物后抵达意大利，行程信息或遭内部泄露，窃匪精准把握游客离车空档。2025年，米兰已累计47起中国团大巴盗窃案，犯罪团伙是携带现金、奢侈品的中国游客为移动提款机，而意大利执法困境加剧乱象，轻罪不立案，未成年人免刑责。警方因顾虑种族歧视标签，对吉普赛人及移民窃匪纵容，形成盗窃末世再犯恶性循环。那么我看了很多新闻还有一些自媒体的评论吧。那么大多数呢就讲就是这些意大利政府不作为警察不去抓呀，或者说那个就是不应该带这么多的这个贵重物品来旅游之类的反正就是我觉得没有讲一些如何让大家去防范，或者说把这个盗窃在欧洲这种盗窃、偷窃、抢劫这些事情讲的比较让大家能够理解，能够未来防范对大家有一些防范作用、积极作用的。那为什么就是他的劳力士要放在大巴车上呀？还有那些其他人的贵重物品，就导游不应该去提醒他吗？这个就是今天我要把这个内容给讲下去的。我知道你也有很多疑问，对吧？首先呢，就是我不是这个做导游的但是呢，我从10几年以前我第一次来欧洲，一直到我现在长期生活在欧洲。那么你像法国、意大利、德国瑞士、西班牙这些国家，我都有着很丰富的就是个人旅行的经验，并且呢，就是我好多次都是在夜里也去了很多说的都是很危险的地方。那么一直到今天为止，我没有被偷过一次，也没有被抢过一次那么我先讲一讲，就是为什么这些偷盗这些事情这么多。首先呢，就是我们平时如果大家看的这种电影不管你是在那个奈飞还是在什么电影里面，你看到什么欧洲一个什么团伙，一会儿偷名画了，一会儿偷什么银行了，一会儿去抢劫了，都是有精心组织的。这个其实它是来源于生活的。就这个是真的，就是他们是有组织真实在发生的。对对对，真实在发生的。其实那个偷窃那个大巴那件事情，每天都在发生。对。只是有的时候就是新闻爆出来的，有的时候新闻也没有爆出来。那么首先说一下，就是为什么警察他难以追踪，因为这些人呢，他已经是一个团伙，这些团伙他不是长期住在那个意大利的。他这个属于那种精心团队作案，他不是那种就是说在地铁上偷人家皮夹子那种，偷人家手机那种人，他可能长期是住在那里的。就是
去年还是什么时候是法国开奥运会吧，对吧？开奥运会就说当时说啊，整个欧洲大量的小偷、强盗什么的都跑到法国去了。他们这伙人啊，其实有的是来于什么东欧啊或者什么呀，反正一些犯罪组织。这些人他是在整个欧洲，就是到处游窜。对，到处游窜的。然后呢，他们就也不一定就是他们有什么合法的身份啊或者什么，你没有办法去追踪他。有可能就是他前面偷完，然后他已经开着车上了那个跨国的高速，已经逃到别的国家去了。这个时候你想要再去把他们给抓住什么的，就是你这些警察，意大利的警察他没有办法跑到另外一个国家去执行。然后呢，这些小偷呢，他们也已经非常有经验了。就这些人他不是第一次作案，而且就是我个人认为啊，就是他们还是了解这些游客的行程啊，具体怎么了解，是有内应还是经验，这个不知道，需要大家自己去思考一下。但是呢，其实最近这几年在法国发生了很多次这样的案子。有那个韩国的网红，还有就是美国的那个网红叫卡戴珊。卡戴珊很有名嘛，大家都知道。卡戴珊他也是在巴黎，他住进豪华的酒店，他还带有保镖。然后呢，也是一个精心策划的一个团伙，就趁他在洗澡的时候，保镖不在，保镖跟他不住在一个楼层。然后这些人就冲到他的房间，很快的速度就让他把那个保险箱里面他佩戴的珠宝拿出来。当时卡戴珊他回忆说，他说他只穿了一个浴巾。他在慌乱之中浴巾也掉了，就是他赤身裸体了。他很害怕，他觉得就是说那个团伙那些人会强奸他。但那些人很专业，他们只偷钱。他们不想强奸，只想偷钱。对，他们只想偷钱，然后他们把钱偷了以后，他们就是珠宝嘛，就很快的就走了。那么有些人说呢，就是他们说就是分析说他们是看了这些网红的那个 ins 的行程吗？对，行程，说一会儿在这，一会儿在那拍照片，对吧？对。但我觉得不是的，我觉得就是他们肯定是有一些内应。就是他已经瞄住你了，然后他有一个精心的策划，然后他又找了内应，就像电影里面那些偷银行什么，不都要找一些什么保安啊，找一些什么做内应，对吧？所以就是这个呢，是一个现在的一个整个一个情况。就像在欧洲就有很多这种偷窃啊、抢劫啊、入室盗窃。在亚洲现在就很多那个电信诈骗啊，什么园区诈骗、嘎腰子啊、绑架啊。对，就是说这个事情，不管你喜欢不喜欢，你接受不接受，它已经成为生活当中存在的，你也没有办法去改变。所以对于我们来讲，只能去防范。对。那么这些小偷或者说盗窃团伙，他们主要是哪一些人组成的呢？一个就说的是前面说的是一个东欧的一些帮派什么团伙，还有呢就是欧洲这些年经济也不好，那年轻人的失业率也很高。那有一些年轻人呢，他也加入了这些对这些犯罪组织。还有一些人呢，就是那些难民、非法移民。对，因为像那个我昨天也说到，我说这边有一个中餐店的一个老板，他不是也接收了政府给他安排的一些非法难民吗？不是非法难民，难民吗？对。那这些难民来工作，就有的人就偷他钱。他跟我说，就是有很多人都偷他的钱。那这些人为什么呢？就是他们从那个就是摩洛哥啊什么那些地方，或者非洲什么，他们是不是说那个划船什么的过来？对。
这些人都是借了很多钱，啊，那个数字是多少钱我不知道，但是对于那些就是他们想来这边的那个难民来讲，是一笔不小的钱。对啊，他们也是找了那些蛇头啊什么，要付一笔钱，买了船上的一个位子，然后他们才到了欧洲。到了欧洲以后，就是他们要想办法赚钱，要生存下来，然后还要把钱就是想办法寄回去。所以就是对于他们来讲，他就是两眼一摸黑，然后就开始要往前打拼。对啊，他也不管就是这件事情是不是有什么正义啊、道德啊什么的啊，我觉得就是这个是，这个其实已经就是人性的问题，对吧？那么还有呢，就是我觉得很多亚洲的啊，包括那个上次韩国的，还有那个什么台湾的，台湾上次有一个旅行团。也是在意大利还哪里，他也是整个一车人的东西被偷了，但是好在就是那个导游他把护照什么全部都，在导游那儿，对对对，他们就防范了一下，结果后来也没有就是护照被抢走。那么就是亚洲就很多人会觉得啊，是不是什么欧洲遍地是小偷啊，或者说他们就欺负亚洲人啊什么，他有这种论调，其实不是的。就以前我一开始我也这么觉得，后来我发现啊，就是我在网上看多了以后，我发现很多不同国家的人，或者像我们这边就是山上有富人区，对，他们也经常被抢被偷，比如说有联合起来偷表的、入室盗窃的，你像在巴塞罗那或者那个马德里，就经常就是有4-5个人，他们看到你，网络下也有看到你带一个什么好的表，对啊，他们就4-5个人上来就把你给擒住、抱住，扑倒在地上，另外一个人就很快的把你的表就抢走了，上次我看到有一个中国的移民，他也是到网络下，也是上海人，他也来的时候也不知道，他就带了一个劳力士，那个劳力士也不是什么很贵的劳力士，就劳力士基础款，然后就被那个偷走了，对，被偷走了。偷走了以后，他说他去报警，他说也那个。现在其实只有那种有电子追踪的东西，像苹果手机啊这类东西，还有可能能够找到。这个其实也是因为苹果的技术的这个问题。像这种什么手表啊，什么这种东西，你基本上就很难的追踪了，很难找回来。对对对，所以那个就被偷了嘛。而且就是像就说像西班牙吧，这种抢劫啊、偷窃其实很多的，有那个2个视频，就是专门是在这边开店的华人，就他们半夜里面那些人拿刀子冲到店里面去抢钱。什么店？就超市嘛，半夜里面一般就是那种开得很晚的那种超市，就那种糖果店吗？对，他们这边叫糖果店，其实就是小超市嘛，对吧？杂货店。
而且你看这些杂货店的人都是女的，一进来的晚上也都是女的在上班吗？对，这个也很奇怪。但是也说明就是这些人他们在这里已经身经百战了。所以我也说，就是你说如果你比如说我们去开一个店，然后这样的人进来拿个刀子，你害怕吗？我怕呀。你会像他们这样去跟他对打吗？不会的，应该不会，对吧？但那些人你看他们就上去对打，然后这些人都是惯犯，他们可能也没想到这么彪悍啊，就是这你看到刀也不怕什么的，对吧？对，在他这里就是他觉得这些人就是觉得这是一个工作，他没有那种什么错和对啊，他有可能就喝酒喝上头了，或者说他平时就是干这个的，他觉得这个就是他的职业，所以就他们的想法就是这样的。在我们的想法里面，好像会有一种什么廉耻啊、羞耻啊，哎呀，我们这样做被人看不起啊。对，因为本身他们也不是很在乎别人对他们的看法，他们就觉得就是说我在这个事情上能不能给我带来利益，对吧？所以呢，就是上次还有一个人是90岁了，他年轻的时候也抢过银行，然后被关起来了，然后他前一段时间又去抢银行，90岁跑到银行里面去抢劫。抢劫了，就人家把钱给他，他跑到门口看到警察，主动上去自首。为什么呢？他说：“你帮我拎一下。”他说：“我实在拎不动了。”就他已经这么奇怪。对对对，他老的就所以这些人的思维，上次不是那个西班牙全国大停电，不是有小偷跑到富人去家里面去，把窗敲坏了，爬进去，钱也不偷，就偷蜡烛还是什么东西？偷了一个手电筒。偷手电筒，对吧？所以这些事情就是说可能他们的想法就是，觉得怎么说呢，就反正我先借一借，我先拿一拿，对吧？我觉得他们的想法是这样子的，或者就是觉得哎这样是不对的，但我被你抓住了，我也没办法，我不被你抓住，那我就吃喝玩乐，我也挺高兴的。所以我觉得这是他们思想上是这样子的。那么说一下就是我自己的一些经历吧，我有一次是在那个意大利，也是在意大利，是在那个那不勒斯。那么那不勒斯，对对对，拿破里，那个地方其实犯罪率很高，意大利南部嘛。对对对，我从酒店里面出去，因为它有个夜市，那我当时就拿着照相机，酒店人叫我不要拿照相机出去，他说你会被抢，但是呢，我去就是为了拍照片的。如果我不带，我就白去了嘛。所以我虽然就是心里面有点慌啊，但是我还是带了。带了以后呢，那么我走到路上，我就教大家第一个技巧。就首先呢，就是你一定要保持不停的头，就是来回的去观察啊。一般呢，就是单个的小偷，或者强盗什么的，抢劫的那些人。他其实内心里面还是害怕的，他如果觉得你这个人不停的在那边来回观望，很警觉这个人，对，他就会有一种就是条件反射，他觉得这个人不太好下手，他有可能就会找别的目标了。就你千万不要走在外面，然后你低头看个手机，边走边看，或者你嘻嘻哈哈的，也没有到处去看。所以我经常我们不是一起走在马路上，你经常会问我你老看什么呢？在那边看，对吧？是的。对，我经常被看。你还记得上一次我们在那个菜场去买菜，我说有一群人跟踪我们。对，因为我完全不知道。对，你完全不知道，但我就发现了。为什么呢？因为我在那里买东西，其实我就一直在看，然后那些人就故意靠近我们了。靠近我们了以后，因为我当时用的现金嘛，我口袋里也有一些现金。那么等我们买完以后，我往前走，他们就一直跟着。其实说实在的啊，就不是那种特别高科技的那种团伙，欧洲人他们那种细腻度还是不高的，就在这里，就他们行动很大大咧咧，所以就是当我已经发现他们跟踪我，
然后我故意在下桥的那个地方，我就人一停，他们后面走着走，他们突然也一停，你知道吗？对。然后他们就把头四处看什么的，这个我一下就很警觉了。所以后来下了桥以后，我就又跑到像这样的椅子呢，我就坐在那儿。对。我就说咱们坐下来等一会儿。你就说你当时说为什么？我就说为什么呀？我说回家了呀。对，我说有人就跟踪我们。然后后来我们就坐一会儿，他们马上也坐一会儿。但是后来在我们起来走的时候，他们已经不跟踪我们了，就他知道我们已经发现了他。所以就是你要在外面，首先就是你要有这种警觉感，你一定要不停的去观察、看四周。这一点是特别特别重要的，尤其就是在公共交通上，有时候你这么看来看去，他肯定就不会偷你。作为尤其像你作为一个女的，特别重要。第二点呢，就是你如果作为一个女的，对吧？比如说我没有跟你在一起，你就一个人去了一个城市，你在欧洲你去玩什么，你记住，就是你千万要去人多的地方。就有的时候人很怪，你觉得人很多的地方是不是有小偷我害怕被偷。我看有一些什么路没什么人的，我就往那里走。你千万不要这样，因为就是其实他们就很多这种小偷什么就躲在这种巷子里面。他就看过来的人，然后突然就出现了，把你很快的东西一抢一偷，他就跑了。所以你千万要往人多的地方跑。往人多的地方跑，再加上你就四处看，那一般你都不是很安全的那我那个时候呢，我也是在就是那不勒斯，我在晚上我去夜市逛，我其实身上带了2个相机，2个相机加一起大概就要2-3万欧元。来回也很多人。那我当时就一个手我是就像捏着的，另外一个手我就把包背在前面。然后Hola. Muy bien. Muy bien. Sí, en el suelo no. Has tirado al suelo la comida. Hasta luego. 那么就是我后来呢，我就走到那个，他也是沿海的嘛，就有警察，他就马上就跟我说，而且他说这里很危险，他说你千万不要晚上在这边走了他说你快点回去吧，对吧？后来我就又是一路上慢慢走回去的，就我一晚上走了差不多2个多小时，然后我走回去呢，其实我当时有点害怕的，因为这个晚上已经一个人都没有了。但我几点钟啊？大概有11-12点，而且是冬天，我当时有点害怕的，就晚上一个人都没有。但比如说你就像这种路，晚上一个人都没，我就没有就是走在路两边的人行道。我就走在中间，如果有车来了，我就稍微让一让。你走正中间啊？正中间，因为只有这个时候你是最安全的。因为不管是左边右边窜出来的人，你都有第一时间你有反应。你走在两边的那个道上，就是那个这种路灯，它打下来的灯光，它是照亮中间的，两边你不知道，而且真的有可能就两边随时会窜出来人。对，所以就是你记住，不管是在哪里，你是在什么匈牙利啊，还是在什么荷兰呢，反正不管你在哪儿，还是在巴黎，你这种晚上如果是这种小路，你一定要走在路中间。那万一突然车来了呢？车来了你就往边上让嘛。就我万一那个车开得很快呢？不会的，不会开得很快。不是，如果是这种很大的路，你像巴黎那种市中心很大的那种路，你就那肯定不可能，你就没问题，你就走在马路上，马路靠中间，对吧？不是走在那个人行道靠马路中间，对吧？对。如果你是在这种小路上，你就走在路中间，那么我就很安全，我就回去了。还有一次呢，是我在巴黎。在巴黎呢，就是晚上我去看一个表演，就巴黎不是有一个那种跳什么红磨坊，那种表演，就很有名，对吧？它是稍微带一点那个成人的，这种，那我就去看了。看完以后，晚上也很晚了，我就从那边也是走到那个，因为我住在凯旋门那里，我就再走回去，走了也差不多挺久的。那我当时呢，就走在靠那个汽车道的人行道，就是走到人行道靠那个汽车道，然后
因为那就比较亮，而且就是你也能观察，就你千万不要走在那种偏里面的，这种就别人也看不到你，明白吗？对，对，就路人也看不到你，万一发生什么事情了也不好。但是后来就是我走饿了，走到一个麦当劳，我跑进去，我吓一跳，就我一推开门，里面全是这种什么像流浪汉啊，什么晚上半夜里面全部在巴黎那种麦当劳里面。真的啊？我跑进去，我本来想买东西的，我一看进去，所有人刷一下全对着我看，我后来就走了。那你就不买了？我不买了，我觉得有危险，我不敢，我想万一把钱包掏出来什么的，对对对，万一他们跟踪我，后来我就不买了，我就立刻走了。所以这个要警觉，这个是要警觉的。那么我觉得还有一些呢，就是，我觉得不要像在亚洲什么的去社交媒体发一些炫富啊，或者说那种东西，因为不一定是小偷什么的，骗子也很多，他盯住你了，给你发一些什么链接啊什么的，就你很烦。对吧？对因为现在他们通过什么加密货币啊，什么其他的一些东西，他们这种，再加上如果你很有钱，你发一些什么奢侈品啊，什么东西，真的有可能就会引来那些比较厉害的小偷，他有可能对你作案。还有就是那种，你不能判断他是很了解的人，就尽量不要跟他有那种生活上的来往。那么就有很多新的移民，他们就很喜欢就是。好像一到一个地方，就想尽快的融入，有想这样认识新的朋友有这样的心态。那么很多人呢就会找，比如说老乡啊或者什么东西的啊，那么如果你不是对这些人特别的了解，就你不要跟他有亲近的来往，对，因为其实你对那些人的背景什么你一无所知，对其实我说就是实在的。你在路上被抢被偷，最多是一点钱财的问题。如果你遇到了很危险的人，你很有可能就是这种，他突然就把你给，你生命都有危险，对吧？其实我觉得这里的小偷，说实在的，他们一般什么，你带个孩子的这种，或者孕妇啊什么的，他们一般也不太会偷你的，因为他的目标很多。像有钱的那些欧洲的老头或美国什么的，带个那种就是好的手表什么，他们一般都偷这种人。对，他一般看你女的弱势群体，他可能也不是会偷你，除非那种就是小偷小摸的人，对吧？但是有很多这种你说什么老乡啊什么那种，他可能真的生活过不下去了，或者什么，他这种说不清楚，对吧？对，他去盗窃，因为也发生过很多起啊，都是。新的移民来了，有些人给他推荐借房子啊什么东西的，那些人给他去偷，还有些人就是他自己都住在这房子是他的，他房东，但他生活的不是很好，他把一间房间租给别人，然后他还要去偷房客的。对，我就是这个是我看到一些案例，就是有些人就被偷了以后，他也就那个发在社交媒体上，对，好吧，这个就是。今天想聊的关于偷窃啊、防范啊什么的。你还有什么想了解的吗？我没有了。好，那就先这样，拜拜。